喂喂喂，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好，不要吓坏人，好，反正我也看不到，在台上我也看不到人哦。好了，各位台湾的伙伴，晚上好。晚上好。哇，我感觉被包围耶，现在，而且上面好像有个八卦在，好像抓妖这样的感觉哦。不过这感觉的确不错，我是不是被包围？感觉被拥戴，哦，那种感觉很好。哦，好。我讲的有点惭愧，趁今天这样的领袖培训会，可能前面可以讲一些最近发生的情况，先讲最近发生的情况。好，首先货源好像有点短缺。你看 ，VV 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哈，有时可以在这种场合谈问题。好，为什么？因为问题迟早始终都要面对的。好，其实货源的问题，其实是我的问题了。就是我们6月底的时候呢，推出了博迪尔胎盘素第6代。那么推出的时候呢，老实说，根本就是在还没有真正生产的时候。不过我知道，我们 VV 10周年庆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推出，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好，所以推出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当时都还没有生产，而当天我也有讲了，当天我们只有几十瓶。就好像 VV 刚开始的时候，从38瓶起家这样，好，所以那一天我也说了没货，好。那么另外再加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估计是营运部的估计，营运部知道我们在6月份要推出第6代，已经把我们订货的那个量已经增加了，结果。6月份，你们知道VV翻了几倍吗？单6月份翻了10倍。所以我说，给谁做营运部，给谁做营运总监都好，谁都估计不到这个数字，对不对啊？因为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考量很多。等一下订多的话卖不出怎么办？不过的确，那么通常我们订货不像以往这样以往的量比较小，那么我们订货的时候呢，可能现在订货2个星期、1个月就拿得到。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的货量可能要9个月前就必须要先订。那么订了过后9个月，我现在订的货9个月后才会来。好，所以要估计这种东西，真的有时候 VV 也真的是需要从错误中学习。不过无论如何，我知道，要是这样的问题给别家直销公司遇到，凡事都要比较嘛。别家直销公司老实说，10天没货，完蛋。同意吗？那么 VV 现在已经10月份了，我们还在。我时常讲，这个问题肯定不是长久性的。既然它不是长久性的，它就是暂时性的。那么暂时性的问题就不用看太多，因为它是暂时性的。而趁这个短暂的、这个暂时的这段时间，我们要珍惜了，因为这段时间是有危机的，这段时间是困难的，这段时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一个领导人的角度，以我在做直销的这个角度，我在建立组织的这个角度，如果可以在这种问题时段达到很好的业绩，这个故事将会陪着我很长久。也的确，
的确是这样，有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成为飞马领队，很多人在这段同样的一段时间成为飞马领队3。相反过来，也有很多人在同样的这段时间，同样的这个问题，他觉得 Review 不能做。所以早在9月份的政商杂志里面，我就讲到了政商杂志的主题。你不好在这个时候放弃啊，各位。Review 才真的要开始啊，你要放弃，你不好选这个时候哦。所以既然是暂时性的问题，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一个挫折。接下来可能你要再有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要珍惜。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确有一班非常了不起，除了在台湾地区以外，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很多地方，微微有的地方，的确这群领导人真的值得我们全场给这些领导人一个掌声。这些人真的太了不起，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还可以一直屡创纪录，一直到现在。好了，还有一件事，最近一直听说不是最近听说啊，最近有人说，有人打电话就没有了，有人直接跑来偷偷跟我讲说，老板，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咩？我说你还没讲，我当然不知道啦。发现到现在伯迪尔胎盘素第6代你吃放在嘴巴里面，它会自己溶掉。我说我知道了。他说OK， 然后就好像期盼我的答案这样。那肠溶包衣不是应该肠胃溶解吗？他们都是这样讲。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你含住它会溶解，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一开始在第1代的时候，伯迪尔胎盘素第1代的时候，肠溶包衣这些什么氮气活胶囊技术这些技术老实讲，在第1代的时候，我们卖得太厉害了，把它神化了，真的，的确把它神化了。不过那是第1代，我们没得选择啊。在第1代的时候，那个是不容易，要卖一套的真的不容易。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跟 Simon 还有一个下线，3个人去到一间美容院，跟他老板娘谈。我们3个人谈，结果骗到那个老板娘，买了2套，不是骗了就是影响到那个老板娘买了2套。我跟 Simon 装作没事情，从他店里面走出来过后，一出到外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 high five 的，你懂吗 ？five， 意思也就是说，当时要卖到2套，就好像现在冲到一个飞马这样难，这是真的。要不然真的没有可能，人家都有年龄了的嘛，是吧？去到外面跟我 high five， 真的很开心。好，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卖的时候，我们有些谈法，某一些东西我们要讲的比较极端一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一直复制到第5代了，越复制就越神化了。就讲到肠溶包衣怎样不会溶什么？事实上是第6代有没有肠溶包衣？有啊。不过我们加多一个新的技术进去，生物活性嘛。那么又要让它小粒，要看起来比较薄，好像手机这样，人家认为手机越薄越好嘛，是吧？所以薄比较好。那薄的话，可能会有裂缝还是什么？这是第1次这样的方式生产。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本身试试看，也不会呀，可以呀，没有啊，还好啊，很好啊。那么可能就是某一些可能储存的方式还是什么导致他说会有一些什么原因都好，
不过事实上是，我们讲说，以它的成分，现在我们所有的成分增加的这些成分，增加的这些技术，背后的这些人员，都是很专业、很专业的人员。这么多好的东西，包括它的包装。那一天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1个星期前，我在吉隆坡，叫我的同事拿1盒给我，我也是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吃了。为什么没货嘛？先给市场嘛，是不是啊？先给顾客嘛。听说有一点的拿1盒，当我拿在手上的时候，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产品哦，我一看到的时候，哇！我觉得单单拿到那个盒子哈，我的状态已经好50%，真的，我讲真心话，这个不是开玩笑。我一看到我产品，哇，这个设计的人真的是了不起耶！我，好好，有这么多好的地方，而且我敢肯定。它跟第5代的档次至少高2、3级，第6代的真的，我就那2天吃了8粒，直接改善我的生活品质，直接非常惊人，哦，真的很棒，我们的产品。而我们要知道说，好啦，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建议，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会溶，会什么？那么，其实这个胶囊就是用吞的嘛，为什么你含在嘴巴？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哈。那么，就你要浮水的吗？要跟着水喝的吗？不是吗？好。那么你要不能溶的，那我们就做不能溶的嘛，是吧？就一个电话而已嘛，是吧？不过。当然，现在我在这边讲，它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问题。既然它是暂时性的问题，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好，就好像第1代的时候，要给顾客之前，我们一定要偷偷去到一个角落，那个瓶子要敲一下，哒哒哒哒哒，因为它里面的胶囊全部粘在一起了。所以我跟Simon2个人在车上，哒哒哒哒，打到这边都红了，这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故事讲嘛？我改天你有什么故事讲？我们需要累积这些故事，来解决组织的问题啊，未来组织的问题啊。好，所以无论如何，我需要真的。再一次的给所有的 VV 人一个掌声，好，所以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我时常讲 VV 是百毒不侵的，百毒不侵，因为第一我们不怕毒，好，上一场我在马尼拉就有讲到，好，那么好，最近上一场不是最近3天前我在马尼拉。就有推出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除了推荐4套可以免费去新加坡以外，好，喂，你懂多少人吗？各位，不是开玩笑，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谈。好，那么我推出新的我们的文宣，对吧？我们公司的文宣，我们公司的网站，就是不是公司的网站，就是产品的网站，好，包括产品的视频。所以趁还没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产品的视频哈。追溯过去，探索未来，累计10年的经验与心得，将经典发挥到最极致。呈现最唯美的一切，突破寻常，以完美为前提，屡屡创下佳绩，缔造无限传奇。这就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承诺。掌握一手的精品，一手掌握的健康，
Petir 胎盘素第6代，为您掌握最完美的人生。无以计算的反复测试，让保健与高科技并发出璀璨火花，从不停歇，寻求突破，克服局限。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豆干保存技术，完好保存成分新鲜度，使活细胞维持3至4年的生物活性。氮气活胶囊技术，注入氮气，使得细胞不被氧化，完好进行保存。肠溶包衣技术，抵抗胃酸侵蚀，保护养分直达小肠，大大提高养分吸收能力。乳化分解技术，促使较大颗粒分子可通过胆道乳糜微粒被人体吸收。生物活性胶囊技术，有效促使活性高效成分迅速在小肠溶解，提高生物活性60%到80%的吸收率。每一项成分精心搭配，万中严选出最适合您健康所需之成分，淬炼、凝聚、蜕变、升华。我们的坚持满足您的需求。鹿胎盘素第6代萃取精华，提升至100:1的浓缩度，超浓醇的精华带给您更为非凡的健康人生。奔跑在最尖端的科技，幸福于最认真的研发。海洋胶原蛋白生态，10倍更良好的摄取能力，反复测试，追求最精准的黄金比例。结合艺术的独特佳作，聚万般优势于一身。苹果多酚，自100颗苹果中提炼的精华，随时随地完美为您补给养分。超越医学的神圣使命，体验尊贵奢华的保健待遇。褐藻糖胶，终止受损细胞在体内延续，重新焕发体内机能。一场属于辅助品的革命，一次创新突破的进化论。核心要件，开启人体的深奥密码，严守监控，保障健康稳定运行。成分的先天优势，结合高科技的先进条件 ，Petir 胎盘素第6代将我们推至更高层次的保健领域。小小一颗，就仿佛拥有了整个宇宙。您的信赖给予10年品牌更多信心，更多勇气。一如往常，给予您最好的，加倍呵护，凝住时光流逝。看了都想赶快拿一粒来吃。好，的确是好产品，的确是非常棒的极品。我们再给Petir胎盘素第6代一个掌声。好了，那么可以开始我的培训会了。还没开始，现在开始。好了，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培训会呢，今天是第2场，第1场是3天前。那么它是一套的。就是在分析 V-Wave 的各个不同方面，从条件到今天的格局，到日本的那一场的原则，一直到定位、作风、真相和方向，分析 V-Wave 各个不同方面7个方面。那么就是在看为什么过去10年 V-Wave 从0可以到今天这样。意思也就是说，这7个方面，如果你都听到，你都看到，而且都复制到、模仿到的话，那么就会多一个 V-Wave 出来。如果这边有10个人看到，就有10个 V-Wave 出来。好，那么今天的主题叫做格局、
所以有时候在想，什么是格局？微微的格局。我前几天看到一些同事，看到一些领导人，我就会问：如果是你谈格局，你会谈什么？大多数人讲说：因为老板格局很大，就都会讲这个。老板格局很大，我们的总裁格局很大，他格局从哪里来？什么是格局？既然是这样的话，要知道微微的格局，一定要先研究我一下，一定要必须要先从我开始，好，来谈谈一下我。那么我很容易被激发，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激发的人，我好像一粒炸弹。那么炸弹的药引这么短，一点就爆。我会选择很快就充满能量。年轻的时候24、25岁，我走路的时候，人家要追到我，的确也不简单。包括到今天，人家要追到我也不简单。不过当时我走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一经过公司的一个布告栏，我走路的那个速度，那个布告栏会掉下来，真的。或者我上楼梯的那个声音，人家就知道我来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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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好，就是一个很容易被激发的。我参加一个会议，我的屁股坐一半，不是坐前面的那一半，是坐旁边的那一半。我坐一半，等那个会议赶快完，又想听，又想出去冲业绩，一讲完了也冲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大学时期，在电脑室里面，我们大学里面有电脑室哈，就是一排，前面也有一排，在前面也有一排的电脑。我在这个电脑做功课，那么前面那一排的电脑，我就可以有时斜一边斜角度的话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一个人的电脑，他的桌面写着2行字。宝剑锋锐磨曲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2句话，当时没看过，我就在那边一直看，然后就思考，想，对哦，真的嘞，哇！然后一个人就很兴奋，可以连续几个月，因为这2句话，我可以因为2个字很兴奋。那么这样的人一加入直销一个非常积极的环境，你可想而知，都是很多的成功学、很多人生哲学在这种行业里面。眼睛是红的，每个时刻，这种锋芒太露。当然，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横冲直撞的人，他的整个过程，他到底犯了多少错？非常可怕。真的是横冲直撞，明知道是墙壁都砰撞下去，头破血流。不过每一次我跟我自己本身讲，我只允许我自己本身犯一次错误，然后我一定会从中学习。然后后来慢慢成为组织领导人，就知道说某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太显在外面，你不可以到了今天我不看到人的时候，我的那种样子好像比较轻浮嘛，现在看起来要比较稳重一点点，没有也要装出来嘛，是不是啊？然后在过程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我记得在我28、29岁的那一年，当时我的职业是一个讲师，我主讲一个3天训练课程。所以我参加过这个3天训练课程的，大部分都是这边的人。那么，当时在主讲这个3天训练课程的时候呢，老实说，收入也是刚起步的时候，刚开始一个教育公司，那是刚刚起步，开始有很多学生的时候。老实说，那个时候要租金的钱啊，吃饭的钱啊，我们都得要很节省的那个阶段。
突然间我一个助手就交了一个 DVD 给我，就说啊，老师啊，这个是你的其中一个学生，那个谁谁谁哈，他说交给你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呢你看一下，不过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啦，他说你的课程比较好啊，他这样跟我说，好，他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所以我说好了，放在我们的墙壁，办公室的墙壁有一个电视机，我就说播出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个 DVD 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The Secret》秘密，我相信书店都有卖，现在哈，上网都可以找得到。就是美国来的一个 DVD， 他找了一群作者，很出名的作者，很出名的一些企业家，很出名的一些甚至传教士，好来讲解一些成功的原则，基本上是讲吸引力法则。不过当时我是第一次看，而且被介绍的时候，他是说还好啦，没有什么啦的那一种筹备去看的。我一看，前面不到10秒，我就觉得够了。你看，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激发的一个人。我看前面10秒会，够了，我知道了 ，OK， 我知道了，我就来了。前面10秒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You know this secret gives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Happiness, health, and wealth. You can have, do, or be anything you want. We can have whatever it is that we choose. I don't care how big it is. What kind of a house do you want to live in? Do you want to be a millionaire? What kind of a business do you want to have? Do you want more success?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就这样，够了。这么多人一直在不断的问同样的一句话：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要成为百万富翁吗？你想要住在那间屋子吗？你想要住在你要有很高的收入吗？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你看，我们这样的性格是不能被挑战。你被问了，哇，我要，马上就我要。所以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过后，他还有分析一些吸引力法则的一些步骤，我们要怎么利用宇宙的力量啊？里面讲的比较玄。不过如果真的仔细去看的话，真的运用出来的话，它的确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些奇迹。一直到今天，我还受用良多。我只知道当天我看了过后，在那种比较恶劣的情况。就是比较要省吃俭用的情况之下，2个星期后，我买了一辆奔驰 S350，就因为这个东西，这一句话而成为一家30年年龄有超过30年的一家企业的总裁，就因为前面那几句话。所以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激发。所以关键在于你到底要什么？你真的想要吗？你真的想要吗？关键在这个。其实不是那个时候28、29岁的时候，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其实早在24岁的时候，当我一开始加入直销这个行业，23、24岁。刚才我也有讲到，这样的性格横冲直撞的性格，一定是头破血流的。当时我还在念书，新加坡国立大学第3年，机械工程系。那么在学校呢，那一天我在菲律宾也有讲到，人性就是如此。当你看到当你是全部都是白的时候，你就会注意看到那个黑点。全部都是白，如果有一个黑点在这边，你就会看到那个黑点。不过如果全部都是黑，你就会看到那个白点。好，当时我在大学时期，老实说，跟中学时期比较起来的话，中学时期是满江红，非常叛逆，不读书，父母亲一直施加压力，打骂、威胁。
没有用。好，每一科20-30分，20-30分，20-30分。那么有些0分，有些1分。为什么1分？写名字就1分。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成绩的人，这个小孩子，这个年轻人完蛋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父母亲后来不理我了，我要回就回，不回就不回。所以当时如果说这样的成绩里面有1科然后50分，哇，那个及格哦，那个是好事啊，是不是啊？人家就会集中在那个地方。你看，全部都是黑的时候，看到一个白，人家就会集中那个白。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又是完全反过来。大学时期，我父母亲就一直跟我讲，妈妈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读这样多，你不要读这样多。”为什么？24个小时在读，可以连续48小时没有睡觉，咖啡跌到这么高，红牛跌得很高很多关。每天就是上完课过后，图书馆关门过后，就在外面。那种木凳子坐在那边读，有时蚊子多就敲开一间课室，是做神偷，进去课室里面读到早上，再上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有时读到有一点我们叫什么短路啊，头脑短路了，可以把洗发水当作牙膏，消毒水当作漱口水。有喝过消毒水吗？一般拿来自杀的那种。真的不好开玩笑。好，那么当时在大学，我们说很多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的故事，就是要平均拿 A 的成绩。其实不是的。我们的成绩绝对不只是 A 这么简单，大学 A 以上还有很多层次的 ，A 上面还有 A 加、A plus，A plus 在上还有一个，通常在一个 faculty 里面，就是一个系里面，比如说工程系、机械工程系一个部门里面，通常就1-2个人会拿到，我们叫做 AD，A distinction， 通常 AD。在外面流传的这个消息是，至少要97分以上的啦。就整张大学的这个考试是100分，你要拿97分以上。通常只有1个人拿或2个人拿。如果有100分的，那个100分的拿。好，如果2个100分，就2个人拿，最多是这样。好，那我们当初是 AD 的嘞。A plus A plus A plus， 当时这样的成绩的时候，你看到一个 A 你都不爽了，是吧？你看到一个 A 你就很不爽快了，不爽了，你就想要把它弄得非常完美。当时在大学时期就是这样。那么我的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比较多的优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要读第1、第2年就要读第3、第4年的一些科目，因为我们是选择那些比较快速去硕士学位的那一种。好，为什么我当时要选择快速去硕士学位呢？因为那时我想要做警察，好，我想要成为一个警察的军官，以前，所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赶快出来社会，4年半拿硕士学位。好，所以当时呢，我是可以选择我自己本身的班。我要加入哪一个班，我自己可以选，我不需要学校安排给我，我可以自己安排我要选择哪一个班。所以通常那个年龄22、21、22岁的时候，刚刚服完兵役，血气方刚，对不对啊？通常都是选看哪一班有校花就选哪一班哦，是吧？那么你知道工程系不懂现在是不是这样？我当年在工程系，那些女孩子都不能看的哦，真的都傻傻的头发上，傻傻的，真的样子都没有装扮，没有什么的。我们讲文科的，哇，那些就很多美女；商业的就很多美女。这种工程系会读理科的女孩子，你猜，都是那种，真的。当时大部分都是这样，不过有一个真的是特别的，长发披肩，
哦，有时在这个讲堂的时候，他还会甩一下头发这样。哦，全工程系的男孩子都是每天都在瞄他。好，那么我是比较所谓的那种比较高傲、比较孤僻的那一种，哦，不看的。那么我头发那时是红色。那么我通常讲堂的时候是坐第一排，哦，前面4排都没人，我坐第一排的中间那一个。哦，所以我也是比较怪咖的那一种，哦，所以也是很引人注目。当时我就跟我自己本身讲说，我去大学的目的就是读书，我要拿最好出来，我要成为教授。当时我是这样想，所以非常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要把书读好。那么过后呢，当我可以选班级的话，那么我就跟这个肯定跟校花同班了咯。后来我跟这个校花的确真的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非常要好。一个男生就可以去他的宿舍啊，这种啊，当然没做什么东西了，因为他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我就是他男朋友的眼中钉。男朋友非常没安全感。他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哦，我们是很 steady 的做人，对不对啊？哦，朋友妻不可欺的，好。不过后来第3年的时候，老实说，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我们就是跟澳洲的一间澳洲墨尔本的一间大学有这样的这个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时呢，整个机械工程系呢就选中我和他2个，就是我们已经准备了要去墨尔本，如果我们2个去墨尔本，完蛋了，好，他肯定完蛋，好，那么好了。不过在那个时刻，就是我们6月份有一个假期，假期过后就要开始去墨尔本了。我5月份又重新遇到我的现在的老婆，因为我现在的老婆是我中学14、15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同班同学。好，当时她是全校最乖，我是全校最坏。不过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变了。所以他就开始比较般配，好，所以5月份就遇到我老婆，就开始追她。6月份给我追到了，好，结果6月份追到的时候我就求婚，9月份就结婚，好，对，不用拍手，结婚可以吗？喂，没有，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有孩子是吗？不是啦，不是。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我那个时候我就一个回答，因为它就是我的森林嘛。真的，当时啦，现在20年了。不过我老婆的确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孝顺、非常好，需要用白线跟她圈起来的一个人哈。因为已经濒临绝种了，这种老婆，真的很难找了，非常难找，非常好。好，那么好了，结果那个校花，好，我打给他，跟他讲说我没去墨尔本了，因为我要结婚。好，他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没有跟我讲过话。他一个人去墨尔本，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就在我6月份就是追到我老婆的那一刻，我遇到直销了。就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过后的那同样1个月，我遇到直销，那个时候就开始没日没夜，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老婆真的是可怜。好，不管怎么样哈，她知道我的性格。他知道我一直都很有梦想，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不讲的容易。当时我遇到6月份，我遇到直销，7月份我就跟学校说我不读了，1个月。而1个月的决定不是遇到 VV 这样的公司，你知道吗？当时那家公司。我加入的时候只有10多人，
10多人，刚开始不久。那么老板也是大概有5、6年的一些经验，直销经验。上线有大概4、5年的直销经验。那么，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明白了，我突然间就通了我一样东西，就是我知道，我继续读下去，就算读完了，拿到那个文凭，不是我要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也知道，我这一生的成功，绝对不会是因为别人，必须要自己本身制造出来。讲很简单，好，然后就开始撞墙了，啪啪啪啪。那么身边的朋友、家人，父母亲，回到家好像扮演粤语残片这样，你知道吗？粤语残片啊，哭哭啼啼的那种。我一回到家，我妈妈就会阿红啊，为什么 ？OK， 那个时候挂了很多牌在我的，好像无形的牌。不会想，神经病，不孝子，不过他们知道的，我的性格就是我一做了决定过后，没人可以改变。不过可怜的是我老婆，刚刚带这个女朋友回家，知道她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力，哇，他们全家人就攻我的老婆了，叫我老婆来。叫什么开导我？没用，没用。好，不过老婆是支持我的。那么好了，所以讲的是今天讲好像一个笑话。当时家不能回，去到学校看到朋友的时候，我朋友全部说我神经病。好，那么就有一次遇到就要去推荐人。找我以前的一些结拜兄弟，然后以前我们都是那种很结拜的那种兄弟的那种，给3个结拜兄弟围起来攻了一轮，啪啪啪啪啪。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遇过了当时候那种很高傲自大、很血气方刚的我，被自己的兄弟，我能够为他挡子弹的人，这样攻击。讲到一文不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感觉到哇，受了很大很大的委屈，真的感觉到很辛苦、很痛苦。回到家不小心没有注意看楼上有没有灯，一开门，妈妈又在那边不是说遇到这些问题，然后你的业绩很好，不是的，业绩又不好，组织又建不起来。见了40、50人，推荐70、50人，推荐不到一个。第51个才推荐到考掉。问题是我的名单只有50个，然后呢，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遇到很多种种之类的打击。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哭声，当时最心爱的那个人在身边哭，也受了很多委屈，就是连累到别人，而且说我没时间陪他，刚刚开始而已嘞，没时间陪好嘞。当时突然间我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讲了这么多。来到这里，要讲这句话。我想到，我参加过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一个主讲人，他问了一句话，当时我无动于衷。不过在那一刻，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这句话。这句话，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你要拥有一些什么东西？你看，很简单的一句话，在你的有生之年，就是有生之年，就是你活着的时候，意思就是我的理解是，在我的眼睛闭上的时候，就是我死掉的那一刻，在我最后一个时候，我还没关上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要拥有一些什么东西？
这句话。当时我听的时候是，fight 下一个目标再来说啦，fight 不到下一个目标讲这么远。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在那一刻，真的是我感觉啦，那个时候，现在看起来哎呀小事，不过当时对我来讲是人生低潮，又没钱，当时吃饭都有问题，真的也没人帮我，父母亲肯定不帮，不用讲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我就突然间睡不着了，我就起身，去到我的书桌坐下来开灯，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开了一盏灯，拿一张白纸出来。那一天，我开始为我的人生计划。当时我记得我24岁，当时我是这样写的。我真的画一条线出来，24，现在我在这里，我就开始计划了。我到底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要什么东西？25岁，我要车子，我要屋子，应该叫房子，我写屋子，所以我这边写屋子，就是我要有自己的房子，我要有自己的车子。后来当然25岁我做到了。我第一辆车是一辆奔驰 C Class 的，开玩笑。我10个月里面做到，就是当天过后10个月里面我做到。26岁我要孩子，所以26岁那年比较努力，不是啦，然后27岁我就有孩子。当时也是因为没钱搞婚宴了。所以要做多几年才有钱去搞婚宴，然后30岁呢，我要成为100万。当天我写的是一模一样的，我是回想当天我写什么。40岁我要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不过当然现在我已经43了，还没有了，还没有。这一期的《真相》杂志我会解释，不过。是可以有，不过选择不要有，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不过我们讲不用紧。那么好了，那么55岁，我写到55岁而已，因为我看我这样拼应该活不过55岁，应该可以了哈。好了，那么55岁是关键，的确彻底改变我整个人生。当天晚上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写什么？有一条桥是我的名字。对呀，没事，不可以，因为桥不是用一条的吗？不过当时我是写这样，当时我真的是写有一条桥是我的名字，感觉好像独木桥这样。不过我讲的桥不是独木桥，我讲的桥是这样的桥。不是这条船，不是那个小船，不是，你不用拍掌。这个是我当时写的，我只是跟你们讲而已，是这样的一条桥，一座桥。这座桥，新加坡的一座桥。你开车在这座桥上，你会看到这一幕。新加坡的这个市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样的。非常长，大概1.8到2公里。小时候，我坐在我父母亲的车上，经过那座桥的时候，那条鱼那座桥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说：“这个桥叫谢尔斯桥。”我就以为这条桥是它名字就叫谢尔斯。后来到我长大了过后，我就知道，谢尔斯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这座桥新加坡人都知道，它从西到东中间有一个高速，中间有一道桥，就是谢尔斯桥。那么谢尔斯是谁呢？是这个人，其实不是，他是我们新加坡的第1任总统，这个叫做 Yusof bin Ishak。
好，马来人。他不是谢尔斯，谢尔斯是谁？他是我们新加坡的第2任总统，Benjamin Henry Sheares。好，那么这座桥是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好，那么他在1981年去世。1981年去世了过后，4个月后，他去世的那一天的4个月后，这道桥开幕，然后以他来命名。好，就是这道桥了哈。意思也就是说，好像要死的时候才可以做到的，是吧？这种东西好像应该死了过后才会做到的。好了，不过无论如何，当天在我20岁那年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在那张白纸上，我写了，我要一条桥，是我的名字。然后不但写了这个东西过后，我还写了很多积极的语言，我一定要成功啊，我一定要做到啊，我是最伟大的人啊，我不愿意选择成为平常的人。写了很多，整张纸满满。然后我就退后一点点，我就看这张白纸，我看很仔细的看。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完成我的人生目标？我要做什么？继续读书下去。当然，在不搞政治的前提，不搞政治的前提之下，我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可以完成这样的东西？我发现到必须要从商哦。你读书是不可能了。你必须要从商，那么我又没资本，什么都不会，又没有商业经验，又没有成本，又没有资金，什么都不会。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成本、不需要资金，又有做的时候又有人教，又是商业呢？什么？直销。的确。所以当天我想，对呀。这正是我的选择嘛！这个问题马上那时候的低潮马上我就突然间觉得它变得好渺小。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些问题变得好渺小？我甚至有这样的力量去面对那些问题。你知道我写完这个东西过后，我就直接开房门出去，我妈妈还在外面。通常我看到他，我就是闪了嘛。不过那一天我就拿一个椅子，去到他的面前，我就坐下来，我坐在他面前，我就跟他说：“我说妈，你的儿子现在不是在家里懒惰、游手好闲，你知道吗？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好学，非常有上进心的。”在做他现在的东西，非常有上进心。你还要怎样的儿子？真的。然后我妈妈忽然间傻掉看着我，突然间她说：“为什么这个人忽然间改变？”他想想一下，好像对耶。然后就想一下，不要啦，我还是要你读书啊，还是来。不过我总觉得说，至少我在里面，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一切都来自于我设立的一个目标，是不是啊？而我知道我所做的决定是没有错的，我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它是可以让我去达到我的目标的。所以我说，我在想，我死了过后，不懂有没有人会为我放我的名字在座桥上。如果没有的话，在 VV 的办公室里面帮我做一条桥出来。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方向，各位。你看，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没有牵涉到金钱，同意吗？这个没有牵涉到金钱，我只知道说，今天一个世界的首富，他未必可以做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今天他就算是世界首富，
未必有人会想要命他的名在某一些东西，他必须要对社会做出很大很大的贡献，同意吗？你看，那一天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我这一生就是要这样，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我这一生我就是想尽方法提升我自己本身的能力，看可以帮助越多人越好。这是真的，因为人只活一次嘛，是不是啊？钱还好啦，也不需要太多的啦，够花，舒服就 OK 了嘛，是吧？而且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名牌的啦，有名牌都是人家送的。我身上啊这条领带如果是名牌的，那么就是人家送的。好，一般上我鞋子69块9新币，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69块9新币。哦，我就是每天我就是只有这一双鞋子，拖鞋也没有，每天就是这样的样子。好，所以不需要花太多钱啊。然后我很容易养啊，你给我叉烧饭就可以了，我每一餐都可以吃叉烧饭的，啊，很容易养的，啊，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可能从这边，可能从一开始我24岁时候设的这个目标过后，慢慢开始 VV 就有这样的一个作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格局，可以容纳很多人。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目标，它不是开玩笑的，就算世界首富都未必可以做到的。是吧？更何况我不是，所以它必须要是那个行业必须要跟人有关，它必须要是人给你的，你必须要做到什么程度，人才会给你这样的东西，才让你名留千古。那个有待我们去想象。不过我知道我们正在那条路当中，正在走这条路当中。所以一定要造福很多人才有可能的。好，不过他的确就算是这样，可能走到最后也未必会达到。不过至少这个方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你可以想象 VV 的格局到底是怎样的，你可以想象。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手软，我们要支持组织的时候从来不手软，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人嘛。我们要造福人，我们帮助人，我们要跟那些肯跟我们配合的，我们就是当我们是自己人的，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的，想尽方法跟他们配合，那么使到更多人成功，然后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实际上到了今天 ，VV 的确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组织就是 VV 这个组织，真的。最优秀的，我做直销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公司，我没有看过 VV 这样的组织，从来没看过。台湾多少领导人，多少优秀的领导人，多少肯牺牲自己的领导人，很多。我记得去年12月的时候，去年12月份，对，我打给一个人，台湾人。当时要求说，公司的一个团队的这个形象就是希望说有劳斯莱斯。当时就开始有几辆，我就想，哎呀，反正都要10周年了，我们就出10辆啦。就在想，我就在物色，看有谁可以影响去出劳斯莱斯。我打给一个台湾人，我打给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出劳斯莱斯啊？他说：“刚好我明天要去看呢。”1个星期后，他的劳斯莱斯就出来了，也上了我们12月的封面，是吧？当时10辆劳斯莱斯其中1辆，而当时他是被邀请去马来西亚拍摄。所以我们还要去租劳斯莱斯来充当他的车，不过实际上他有没有？他有。好，
今天早上，什么事？哦，今天早上我在我们台湾总经理的家里，我现在是寄人篱下的，我住在台湾总经理的家里。好，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台湾总经理说：“哎，老板，有一个人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哦，什么惊喜？他说他出了一辆车。天哪！因为这个人一直在物色一辆车，这个领导人。然后这辆车呢，一直都是我们之前你看，劳斯莱斯有很多model，叫什么？model有很多 model 啦，哈，很多款式，对。有幻影，幻影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啊，我们飞马士开的那辆幻影，好，很大辆，车头这样高，好，那么通常都要司机来载的，一定要司机载的，你自己开你一定是司机的，啊，人家当你是司机，尤其我这样的身材的人，人家当司机兼保镖，好，所以不可以的，你太大辆了那辆车，不管你的样子多稳重没用，人家觉得你是司机，好，因为就是那种大车，好，老实讲，算算一下，马来西亚没有超过5辆，我相信不容易啊。好，所以一般我们的领导人呢，都是开Ghost 比较 young executive 可以开的，自己可以开，就设计给我们那些年轻的那些比较高职位的人。哦，公司另外9辆都是 Ghost。然后过后又跑去买多1辆，魅影是2个门的，哇！当时我就哎呦，又是新款，又很贵。但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钱哈，我们可能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如果你已经有1辆了，可以接到力了，对不对啊？你的组织已经有画面了，为什么你还要买多1辆？所以通常我会很啰嗦的一直跟他讲，哎呀，这样钱我们可以，不过他后面偷偷在后面买了。你看买劳斯莱斯要偷偷后面买，这 VV 真的太夸张。所以我说我们有一个最了不起、最优秀的团队就是这样。结果今天早上台湾又出多1辆魅影。劳斯莱斯，2个门，就是这2个，来自于谁？哦，就是我们的邱正修邱大哥。这辆有一个名字哦，哦，它是有一个 limited edition 的。她的名字叫暗黑女神。我通常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是女孩子开的嘛，是吧？没有啦，女神就是男孩子开的嘛，是吧？哦，就是我们的邱大哥来骑的嘛。喂，人家出劳斯莱斯 ，come on， 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天哪！哎呦！邱正修邱大哥，几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5年前加入立威的时候，他是做义工啊，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啊，去监牢里面做老师啊，开导人啊，整天想要帮助人。所以那天我看他的分享真的很好笑，他说我整天帮人，整天想帮人，结果自己本身没钱。那个时候真的没钱，穷光了。短短的5、6年，什么行业可以在5、6年里面？我不是投机取巧的哦，是真正有扎根的那种行业哦。在5、6年里面可以出这样的1辆车，的确，我们真的需要给他一个掌声。